好，川普赢了。你刚刚看到他在胜选感言上面大赞 Elon Musk， 说哇很棒的一个人哈，什么太空计划如何如何，所以你也可以想见特斯拉这个水涨船高，已经大涨超过13%。美国道琼指数期货喷涨超过1000点，而大家不要忘了，在选前不止一次。川普曾经讲过台积电，讲过我们台湾的晶片台湾人偷走了我们的晶片。那未来呢？对台湾在经济上面的影响，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1万米以下的市场，几乎它是一人50，所以你再怎么限制，都没有办法限制它的发展。经济部长要国人免惊，因为川普一面试当选，外界忧心台积电首当其冲。毕竟川普认为台积电抢走美国晶片事业，更喊出要向台湾收取保护费。他那个厂到现在这个已经完全的这个试产成功了。不管这个美国的新的总统是谁，应该都会在开创出来这个条件是对台积电最有利。保持乐观态度的还有国发会主委刘敬清。收保护费受到伤害的是 Apple、NVIDIA、AMD、Intel。川普是生意人，他不至于去收保护费，造成他美国产品受到更高的成本。认为台积电在美国已经有3个厂，对美国安定达到效果，但学者似乎没这么乐观，担心过去谈到的优惠会生变，这样在美国设厂也没用。销美国出口到美国的前20里面，1半以上是台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跟台湾没关系啊，就怕爆发中美贸易战2.0，台商可能得超前部署应付变局。好，我们的经济部部长非常的乐观，他说这个半导体这个晶片的先进制程，我们台积电是1个人的50所以谁当选都影响不大美国选举对我们的影响不大吗？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赖清德总统已经发了贺电他说台湾希望做美国最可信赖的伙伴那另外国发会的评估是川普胜选，台商利多于弊，真的是这样吗？来。我突然发现前指高委我们都穿红色的，我们是庆祝川普当选吗？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没有选边站。我觉得川普当选对股市绝对是好，通常共和党对股市比较好，所以你看股市现在大涨，因为它会减税啊，或者公司的盈利会多。但是我觉得对台积电不是好事情，不是好事，不是好事情，因为不管民主党、共和党都会希望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只是川普会更积极。更积极的话，就是把东西都逼到美国去，因为我觉得民主党可能比较讲理一点，川普的话基本上就是谈判嘛，就是很多不同的不管是关税啊，或者是不同的什么武器，他谈判，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加快台积电去凤凰城。那刚开始台积电凤凰城只是说可能是比较成熟的制程，或者是盖1个厂，那时候我去看过，还可以盖6个厂啊，很明显嘛，一个个在开始盖。那现在又变5奈米，现在变4奈米，变3奈米，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说，它会加快台积电去凤凰城，而且会比较尖端的技术。现在台积电美国跟台湾可能差好几世代，可能5，现在台湾是2，以后越来越近。因为川普是很聪明的，他们知道说，美国一定要有最高的晶片科技技术，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凤凰城很多国防工业，从我家开车到 Costco 路上都是，有着做什么飞弹的，做战斗机的，做坦克车的。很多国防工业，所以我觉得川普的话，其实对台湾不是好事情，他一定会逼台湾去越多越快。你说先进的制程，包括台积电，一定会，我还蛮担心的。那补贴的部分呢？补贴的话，他也会去谈。我觉得钱对他是小事了，因为对美国来讲，其实国安是最重要。他补贴就跟关税一样，他一定会拿出来谈，当做筹码。不过他的目的不是补贴，不是钱，他目的是说台积电去越多越快越好，因为他们都觉得台海不管是什么关系，还是有风险。所以而且你看美国以前他可以靠 Intel，没有了，没有了，三星 Austin 也没有了，所以他的 backup plan 已经没有了，现在只剩台积电，所以他一定会加快台积电的角度，所以我是其实蛮担心的。蛮担心的。来，乃婷。我们从川普的一个动作可以看出来，他对于今天晚上的大胜通杀总统选举呢大胜，然后参众两院呢全部拿下来，我觉得他也不在他的预期之中因为呢就在一开始开票的时候呢，他就发出了贴文就说宾州
有这个选举舞弊，好，有大规模的选举舞弊，所以警务人员呢正在这个赶往中哈，而且共和党的测试呢都还一直在推想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川普呢，他要在取得的一个微幅领先的时候呢，他就要宣布这个胜选哈，以免呢，就是说如果双方到最后的票距拉得太近，甚至于贺锦丽反超的话，他要造成一个既定事实，然后留下那个选票争议去 argue 的那样子的场面哈。所以说从他的那个动作，我认为川普呢恐怕也没有预料到他自己会大获全胜啊，红潮全扫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如果是赖清德的话呢，我现在呢应该是要非常的在从这个脊椎从那个脊椎开始发凉了哈。为什么？就是刚才呢前子呢一开始的就提到说，他讲泽伦斯基是战争的发动者，他要对这个俄乌战争呢负起责任。你看川普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以后呢会不会动在台湾身上？他对台湾的价值判断是不会变的。他从他自己在任内，他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对台湾的描述，到他这一次在选战过程之中对台湾的描述，他始终就觉得说美国人不值得为台湾一战。好，我们就一个比肩大的一个国家，然后我们这个美国呢离台湾这么远，然后呢台湾呢离大陆这么近。他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要为台湾一战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没有，丝毫没有哈。可是呢，他要台湾呢出更多的保护费，然后呢，晶片呢也是说台湾偷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晶片，所以呢，他要台湾呢符合他的需求哈，在这个地方呢把钱呢出到饱，出到满。可是呢，他不让你赖清德呢有任何的蠢动。你如果有任何的举措的话，也必然是在川普的这个也在美国这个指示之下呢，他要让台湾呢跳一跳。要来取得跟大陆之间呢谈判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筹码，我觉得是有这样子一个可能哈。而且从这个美国这次选举的结果呢，其实就是美国民众呢超过半数以上的民众对世界发出的一个讯息，就是川普非常成功的把他的自私仇恨的那个思想呢，就灌注到一半的美国人身上，全世界大家都欠美国的。好，然后呢，所有呢，今天呢，美国呢要怎么样再次伟大，就是要给这些国家呢，通通加很高的个关税，好，然后这个美国民众呢也不管说加关税的结果呢可能会造成这个通货膨胀哈，但是呢他们相对来看到的是拜登政府在这个部分上面的软弱无力。你不要说经济上面呢提不出这个解方来，你拜登还有这个贺锦丽，你们强调的民主价值有奏效吗？你们在俄乌战争之中呢，已经拖延了2年的时间，可是你依然是提不出解方嘛，哈。如果贺锦丽当选，他就是暂时可能就再继续拖延下去，就是如此而已啊，哈。就是他对于美国人来讲呢，他没有办法带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面貌，就是美国人他已经不愿意再为另外一个遥远世界的一个国家再付出这么多的这个预算了。所以说，其实共和党阵营在很多的州打的那个广告就说，哎，你看今天呢。在比如说很多什么灾难的部分啦，或者是什么一些福利的部分呢？为什么这个拜登政府不多出点钱解决大家这个问题呢？因为他们的钱呢都被乌克兰拿去了。好，这个是奏效的啊。还有一个就是非法移民所造成的那种治安上面的这种威胁性，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传统价值的全面回归和战胜，就是从奥巴马时代以来，好，然后到这个拜登的4年的任期里面，不管是对于跨性别的这个多元性别的主张啊，在这一次的选举呢，都遭到了极大的反扑。事实上呢，反对给予这个青少年啊，就跨性别青少年医疗补助的这场战争，从去年的就开始打了啊，然后也有很多都是在摇摆州的这些的区域，他的那些的立法呢，通通都没有成功。好，所以这一群传统价值的维护者，他们认为他们是多元性别、跨性别的受害者。所以你看，像这个佛罗里达州，他的公投支持这个堕胎权益的也没有过啊。虽然说他的门槛很高，是60%，他也拿到了57%的这个支持票。可是这样子的一些
事关重大的这个共同议题，都跟这个堕胎有关，都没有过，你就可以知道说，在贺锦丽他们力推的堕胎权益的这个事情上面，还是抵挡不住传统价值以及挡不住经济的议题。川普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要我保护你，你就付钱啊！讲过非常多次，台湾你就付保护费，而且要把保护费给提高到10%， GDP 的10%，讲的是军武哦，各种军购的这个钱。那王宏威就说了，你执政党敢去跟这个川普做一些沟通吗？哦，你就像小媳妇一样不敢吭声。如果川普真的要求我们付更多呢？